他当初怎么会来我们诊所？我们看到吴医师在 YouTube 上面有影片介绍嘛，他不主张拔牙，虽然牙齿已经被拔了，后悔，没了解这是吴医师。牙药宝找三宝。大家好，我是吴医师，保牙、保龈、保笑容，照顾你的口腔健康。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谢小姐来聊聊天。谢小姐现在在哪里工作？在英国。在英国。她当初怎么会来我们诊所？好像有去别的诊所，看到其他的不喜欢的。我们看到吴医师在 YouTube 上面有影片介绍嘛，他不主张拔牙。虽然牙齿已经被拔了，后悔，没了解这是吴医师。然后呢，我当时要拔牙的时候，我会跟那个医师讲说，我可以保留这个牙。他说没有办法，然后我就说讲很久，然后我就好要拔嘛，因为他一直很坚持要拔。我说可不可以救？他说没有办法，没办法救。然后他就跟我说牙齿已经被那细菌侵蚀了，然后他只好拔。然后我说好吧，然后就那时候是会摇吗？还是会肿？会摇，只好听从医师的建议拔掉，拔除。那拔掉之后呢，我是觉得蛮后悔的。那因为我看到他的周边啊，他的那些工具都是暴露在空气之中嘛。那我后来我讲说，我应该不会给他做植牙。不会。对，因为我们像牙科环境是一个 aerosol， 就是飞沫的环境啊，所有东西就是能包装起来就是包装起来，但要用再打开的环境，我们所有东西都放抽屉里，所以就不喜欢那边的环境。而且它好像有3张床就是公开，都是 open 的。对，有时候比别的整间在洗牙，然后飘就有可能就。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感控的部分，在美国啊，国外都是独立诊间呐。对。这样子这个感控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就是为了这个感控的问题，让你觉得心很毛。对，刚好看到看到吴医师的影片，我想说，那反正那个最差的都是人，那这个应该随便怎么比他好，进家全都比呀，就来。对我们这边的环境感控有失望吗？没有失望。那在英国本身也有英国的保险，英国的保险是有，但是我们通常还会在支付私人牙医，还有私人保险。是，所以后来还是决定在台湾做这样。对，把钱带回来嘛。对吗？对，聪明。那这本来想说，我们植牙是前年的年底嘛，对。那怎么会隔那么久？今年才回来，隔了1年多。我本来想说半年就回来了，结果隔了1年。我机票很便宜。那个机票很便宜吗？没有啦，我想说，对啊，我想说，1年。你1年回来1次？通常1年回来1次啊。那这次做门牙，觉得还算满意吗？满意。因为门牙真的是难度会比较高啦。我们前一个患者，他门牙做起来就是特别长，你有看到吗？有。所以骨头条件也还不错，所以我们就照标准该补的补好，该做肉的把它做起来，让它漂亮自然，而且要尽量的对称这样子会难度会比较高一点点。对这次的外形，技师的染色也都还满意。就不会忘记带活动假牙出门。有时候我出门奇怪，好像什么东西忘记了。对啦，就是为了一颗单颗我就戴了也是不太习惯它也不太能受力会翻它会晃。这次
还会记得你的活动假样吗？出门的时候会，因为已经带了2年，然后有时候还会突然间啊，我忘记带啊，我有做，还有那种惯性的哦，好像不用带了，然后那个舌头会去舔一下，不用，现在有支架了，就好很多，不用提心吊胆，忘记带。戴口罩就好了，对不对？对。那在英国现在的医疗环境，你觉得没有很好？医疗环境没有，我是没有台湾觉得没有台湾方便呐。哦。而且他们有时候会约你了，然后会跟你一直演。真的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嫁到英国去，他好像是乳癌，就是有那个 cyst， 就是那个点啊 cyst。对，然后他到最后就是疫情前，他赶到那个国门还没封之前就回来台湾治疗，就很顺这样子，很顺的过来，就是台湾的医疗还是比较容易的，那在国外没办法。然后他就是医生会跟你说，因为我们那里有3间大药厂，全世界3间。然后他的药啊，医生会跟你说，如果你要比较好，要自费，自己去买，所以也不见得便宜。对啊，国外就是高阶的药啊，或者是治疗，医生通常先咨询啊，如果你要自费，然后他就直接帮你找药厂，就是药就给你开药给你，那你必须买。对啊，因为国外的医疗环境是说，医师他会在大医院看诊。如果你要做高阶的，就把你走过去。牙医也一样。真的。一年都要付1-2万，就是光是付他，我们是付月的。那他一年就是帮你洗牙跟看牙，就是检查。包月这样子？没有，他是固定要配的。配就是洗牙跟检查2次，就是各2次这样。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他们会再去找那种拔牙的，专门找拔牙的。拔牙找拔牙的。对，然后根管找根管的。都分科都分开，就是要约这样子。我有那个牙齿是因为打了第3针，好像有影响到。第3剂就开始发炎。我就那几天整个身体就好像要感冒。然后就牙龈开始整个那个免疫力下降就昏昏沉沉的，然后就是我刷牙的时候不小心有伤口嘛，就感染了。我说平常那牙龈流血，我就直接就好了。之后就完蛋了。那时候是根管的问题还是牙周的问题？你看起来没有牙周病啊。我那个时候没有牙周，可能有时候那个旁边有一些，比如说牙龈发炎，对发炎。可是我说那一颗拔掉那一颗，那时候是咬吗？那时候没有摇，就是因为免疫力下降嘛。那然后我就画，因为我刚好画那个刷头啊，他就比较硬一点，然后就把那个后面那个牙龈窿画大了。然后我想说，平常这样都没有事，那就一直流血。结果我好像隔了2-3天，那个痛不一样，跟平常那个流血那个不太一样。他说会不会是牙周病？然后就这样想。因为刚好卡在那个圣诞节西方是放假的，然后又卡在过年，很难约，非常不好约。然后我约的时候是隔年1月份的第3个礼拜。那时候在英国看，啊。然后那时候牙齿已经开始摇，我想说完了，那一直牙周病。然后一直约，那医生也不确定，因为一直约，也一直延误嘛。到4月份我还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治疗。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英国也找不出什么原因。我觉得那个医生没有经验。我觉得这很容易就发现啊，像我自己就知道，我怀疑他是牙周病的，因为会摇嘛。对啊。你有可能在肿啊，肿也会摇，看是什么原因在造成的。我那时候笃定他是牙周病。过去就过去了啦。
所以大家好好珍惜台湾医疗。对，谢谢小姐，拜拜。拜拜。牙药宝找三宝。